植发头雕曾经是手艺人或者说是定制产品的一个代名词啊，而如今在1:6量产的可动人偶上已经屡见不鲜。我也时常在想，什么时候在小一点的啊，就6寸玩具上会不会出现量产的植发产品呢？今天呢，达成所愿了啊！乐此小情人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魔兽牌奇。今天呢，我就来分享一下由飞玩玩具出品的标人刀马。这一期呢是对刀马的大货做一个前瞻分享啊，所以呢这个包装什么的啊就没法跟大家介绍了。就如开头所说的啊，这款有一个很棒的卖点啊，我觉得就是头雕部分植发的这个工艺，而且在目前的呈现上和完成度来讲，我觉得是非常的高的，是可以媲美相似的一些1:6的类似造型的，也是一个双头雕的搭配，一颗呢是平镜头，一颗呢是龇牙的邪笑的这种战斗表情，五官的比例、胡须以及刀疤、眼神，种种的描写，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接近于刀马应有的一个形象。而且本身呢，它是一个偏2次元的展示，也没有出现一个让人感到不适的变化啊，这一点维持得很好。当然，重点还是讲这个植发部分。其实刀马本身这个发型是比较难以实现这个植发的刻画的啊，因为它第一要暴露出这个头发的交界处，第二它是个束发扎小辫造型，第三呢，它还有很多碎发要修饰它这个脸颊，都是比较难去攻克的问题啊。很多类似产品它就会采用一个半植发的这种方式。但这款刀马呢，整体过渡的部分，包括向两颊前方去延伸出来这个飘逸的头发造型刻画都是非常不错，辫子也是真正用这个植发工艺去束在了后面，发尾也有刻画出那种飘逸飘荡的感觉，无懈可击啊！我觉得这个刻画真的是超级的好。其实体验上手之后啊，发现我之前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一直觉得可能在这种6寸玩具上做植发，那这个发型会更容易炸毛或者更容易乱。但实际体验下来，起码在这一款上，正因为它很小，反而它可以做到更轻薄，对于那种定型的依赖会更少、更通透、更自然。而且我已经插拔了很多次了啊，这个发型目前的稳定程度都是很不错的。当然我接触的6寸玩具并不算多啊，这个肯定不敢说这是市面首款这个量产植发头，但是确实是我体验过的这种同尺寸玩具中植发刻画的最好的。除去植发版本的话，这个产品也是有胶发的选择的。同样呢，双头雕、双造型、面雕部分的刻画，还有表情的拿捏，这些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前端的话，也有做出来一些碎发呀，延伸出来的一些造型。辫子这个部分呢，就是采用一个磁吸的结构，便于我们替换和搭配它那个斗笠啊，那个一会儿再说。未来可能这个是要做双版本吧，区分开来，供玩家做一个选择。再看一看人物整体，全高的话大致17厘米啊，和飞玩其他的这个产品高度都是相似的啊。当然，作为刀马来讲，整个身材上还是会更加健壮一些。服装部分呢，基于原设就是一个比较朴实的造型啊，所以很难去做更多的表面功夫。基本呢就是围绕这种粗布麻衣啊，还有风尘仆仆的刻画。四周呢均有铁丝，而且做旧的这个拿捏，我觉得刚刚好。腰间的话就比较典型了，基于标人的时代背景以及刀马在这种比较边塞一点这个活动的情况来看啊，它应该是参考着比较胡风的叠卸带，虽然并不是真实皮料，但是仿皮的质感以及类似金属光泽的刻画都不错的。两臂的绑带虽然不是真正的布艺材质，但这个胶件刻画的精度以及颜色搭配上很好。靴子部分也采用了一体结构，
有一种绒绒的质感，不会有任何的穿帮。鞋底部分翻过来，缝线哪像纳鞋底子那样一个专门的刻画，旧化脏污的一个涂装，两个磁吸的结构，为了方便脚尖的可动，还做了一个单独的切分。再说一说它这个黑色的斗篷，在脖颈处啊，其实是有一个专属的垫片的。这样你不用做特殊的打理啊，它也可以在肩部呈现一个比较好的垂感，边缘的铁丝定型能力比较强，以便于你凹一个随风飞舞的或者卷起来的那种造型。底端也有很厚重的那种沙尘的刻画。然后是标志性的斗笠，精度以及旧化就不多强调了，都不错。内置了一个磁吸结构，直接对准吸附就可以了啊，让它摆到一个刚好的位置。当然你吸好之后不要来回转啊，这毕竟是一个直发在里面。胶发的话，撤掉发髻，搭配一个专门的披发造型，再和斗笠连接就行了。还是蛮帅的，尤其你可以通过这一角去观察这个刀马的眼神啊。当然，因为这个头真的超小啊，所以你要凑近一点才能看到他想要表达的那种造型，比我这个拇指的指甲还要小一些。然后再聊一聊这个可动部分啊，简单跟大家展示一下。首先，手臂的这个平举不错啊，肩膀部分衣服裁剪的时候，明显为可动预留了空间。然后是曲肘。这个小臂也基本上是能够贴到二头肌上的，然后手腕关节呢，可以看到它是做了一个特殊的防穿帮的设计啊，在手型和小臂中间有一个专门过渡的零件，摆造型的时候都不会有明显的穿帮。头部的话，双段的球形关节前后都有不错的俯仰角度，同时你借助一点脖子的可动化，能达到一个很棒的低头效果。腰部的话向后这个空间不太大啊，向前的话这个幅度会大一些，集中的这个衣服布料堆叠是比较多的。腿部的话，前踢90度往上，大腿的弯折，靴子也为脚踝预留了可动的空间。总体的这个可动，我个人觉得是很够用的，也能感受出来它在服装剪裁的时候是有特意预留了空间。同时呢，也没有因为可动去牺牲整个造型的一体性，包括这个靴子还有手腕处的一些设计，整体几乎是看不到任何穿帮的。飞玩从疯魔榜第一弹的时候贯彻的一个想法啊，保证可动的同时，让整体有一个更好的展示效果。而且在玩的时候也能发现啊，它这个上胸部分你给它扒开一点，也是完全新规的造型啊，这个肌肉感很强，脖子和头雕连接的这个位置上过渡也非常的自然，脖子也适当做了一个加粗一点的设计，更符合刀马本身比较彪悍的这样一个身体结构。手型部分附有12枚，动作还是很丰富的，方便你根据人物的动态去进行不同的替换和调整，并且和小臂连接上之后没有什么色差。然后呢，一张通缉令，刀马和这个小七啊，整体呢看着也是比较清楚清晰的。最关键的不能说一个配件啊，就是多个配件的组合，就是它丰富的武器外层的绑带是直接连接好的，可以挎在它这个肩膀上做一个背负的造型，搭配磁吸扯开平铺就可以做一个很漂亮的展示。大小各异的各种刀剑还有斧头，每一把都有插拔的专门设计，很丰富并且比较混搭的一个刻画啊。比如说它这个大刀，还有呢类似于这个唐横刀。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这个头锥大刀，因为它是源于西域的这个一个武器嘛，会更多那种胡风和异域风情。地台的话，目前还不是一个完全体啊，但能够确认的是，搭配脚部会有一个磁吸的结构，而且呢，根据它的这个设计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拆开去对手型以及其他小配件进行收纳的。最终还会有血迹的特效键，以供你和人物啊以及武器进行搭配。这次在视频里就不做讲解了，期待未来的一个完全体吧。这期呢也是相当于对于非玩刀马的一个初体验，现在还是比较激动的啊，因为很惊喜的地方在于直发头雕的表现是出乎我的想象的，
发丝的精细刻画以及面部细节的展示效果，放大在近距离去看的话，真的是不亚于很多1:6的产品啊，不能说不亚于了，已经超过很多相似的这种1:6的头雕了。然后在整个身形以及可动上啊，还是像我说的，你乍一看好像它没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但是它在内部呢，像上胸部分这些肌肉线条以及服装剪裁和可动的搭配一体性，防穿帮上却又下足了功夫，满足你动作搭配的同时，又对于这个一体性做了很好的保持。像它这个服装服饰上，我个人觉得也是在6寸的这个玩具中做出了一定量的突破啊，尤其这个靴子部分，一体的这个靴筒啊，加上对于脚踝部分可动的兼顾，脚趾头的切分，还有磁吸的应用，无论从外观还是实际的使用上，我个人觉得体验感都是很不错的。这也让这款产品除了头雕以外，在身体部分的展示也能达到一个近乎于1:6那种一体性啊，很不错。也希望废玩玩具能在日后更多的去做这种优秀国漫的版权产品，通过一个1:12或者说6寸的来呈现出玩具的精致和美感。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